欢迎朋友们啊！下午的直播开始了，大家下午好。欢迎朋友们啊！我们下午的直播开始。下午好啊！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老师今天画的还是一个这个4尺的啊，今天还是画的4尺整张的作品。我们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先把我们的小赞先点一点啊，点点赞，我给大家讲一讲今天的构图。好，我们今天还先讲一下啊，先讲我们小稿。我们小稿的，你看大家看一下，还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折字形构图。它的构图主要特点是什么？同学们，它的景致你看都在我们的画面左侧，是不是？它的右面很少一部分以虚的构图为主，虚景构图为主，实景都在我们的画面左边。这样就是我们常讲的折字形构图。就是我们手折的折字，一个贝字旁，一个立刀旁。它的景致，你看，它分虚实，左实右虚这种构图方式。我们今天画一个，也是个小青绿的小青绿的构图。我们把这个小稿呢，把它发放成4尺整张的，把它放成4尺整张。不管是我们什么样的构图，是不是之字形、S 形或者折字形、虚字形的构图，都是什么？我们看先用什么近景的部分开始啊？近景部分，看我们画面主要景是在什么？在我们左侧，是不是？我们先由左侧的近景山石开始起笔。我们注意什么呀？注意我们用笔的变化。大家看一下，我们用笔的变化。画的时候，先掌握什么呀？先掌握我们用笔中锋、侧锋的运用，是不是？先掌握，怎样去产生圆润的线条？我们怎样产生多变的这个线条？它是在什么？在我们用笔的不同产生不同的线的变化。你看，我们现在勾轮廓线，大家看，我们勾轮廓线是用什么？中锋。它的用笔呢，明白是不是？它的用笔是先用什么？用笔锋去和我们的纸垂直的去接触，它产生的线条，大家看一下，它产生的线条是什么？圆润、饱满、有弹性的这种线条。我们用到什么？轮廓、外轮廓和结构线的会用到。好，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山石外轮廓。我们把它的山石外形，我们先把它画出来。画出来以后，我们再什么？再处理它里边的明暗结构，是不是？处理它的明暗结构。对，我们先起稿，因为我们每次讲课之前，我们先什么？先要起一个小稿，因为我们要讲今天讲的内容是什么，涉及到哪些知识点。我现就是说起稿的时候，先要考虑到这一些，是不是？今天要讲什么？我们涉及到知识点是什么？所以说每次先起个小稿，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大成4尺整张的。因为我们构图不同，涉及到的技法不同，涉及到知识点也是不同的，对不对？不是说我们就总是用一幅作品一个构图，总是讲那些，是不是？我们是构图不同，
哎，每一幅作品涉及到春夏秋冬啊，它的不同的构图方式啊，用到的技法啊，是不是每一幅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每次我们画之前都是先要起个小稿，哎，来看一下，哎，我们先什么？先把它的外轮廓勾出来，结构勾出来，然后我们再把它画出什么呀？它的明暗结构，还有什么呀？还有它的前后层次啊，用什么？大家看，这样我们再去用的时候，大家看我们用笔，哎，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用笔的方法和我们开始勾轮廓线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我们把，哎，大家看一下，我们把笔是不是侧过来？你看，哎，大家注意看，哎，我们的笔侧过来。这样我们看我们山石加了一些短的线以后，我们的山石，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有了什么呀？有了立体感。大家看看是不是？哎，我们现在看山石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有了立体感？哎，就有了立体感，对不对？对，皴法和侧锋，这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处理山石的它的纹理呀、它的明暗关系呀，是不是？这是要用到的啊。皴法，它会用到的是侧锋。哎，大家注意看，我们勾后面的山石的时候，来看，一定要注意，哎，我们什么时候，哎，用什么样的笔锋去处理，哎，这是我们先要开始画的时候先要掌握的，对不对？你掌握了以后，你才能嘛产生不同的线的变化，能把我们的想要表达的，比如山石啊，比如树木啊，点景的，景物啊，是不是？哎，才会让它表现出它的质感来，是靠什么呀？靠我们笔锋的不同变化，哎，不同变化。一定要先熟悉这些啊。大家看一下我们不同的山石，你看我们的用笔什么时候用什么笔锋，怎么去处理？大家看是不是？哎，这种线条来看一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中锋产生的线条，然后它皴的时候，来看皴的时候，大家看看我们是不是把笔侧过来？把笔侧过来，大家看一下我们这种皴法，你看，这就是我们常用的匹马皴的一种。大家看，这是匹马皴的一种。我们也是啊，画山石讲究各种皴法，不同的山石表现不同的皴法。
大家看我们的这种皴法，它的特点是什么？同学们，哎，注意看我们的这种皴法的特点是什么？哎，比如说我们有的皴法呢是以线为主的，对不对？有的皴法是以块面结构为主的。大家看一下，我们这种皴法是以什么为主的？同学们，看啊，我们的皴法，你看都是用长短不同的这种线去皴它的山石结构，是不是？我们这种在我们的皴法里边，你看。对，匹马也是要什么？它是以，我刚才同学们也是啊，这是匹马皴，但是它也是一种，以什么？以线为主的皴法。我们先要了解这一些，是不是？先了解，我们是以线为主的，还有一种以面为主的，就是什么？斧劈皴，对不对？它的皴法根据山石的不同形状，还有什么？大家注意看，这种皴法它还有什么山石的组合？它的山石组合，大家看一下，它的山石组合，你看和后面山石组合不同的地方，我们常讲山石它是什么？一个山峰它也是由不同的山石它组合在一起的，有大的石块，有小的石块，对不对？它是在组合在一起，就是形成的小山峰。山坡呀、小山峰都是由不同的山石结构把它组合在一起。我们这种山石的组合，大家看一下，你看，就是说前是吧，左右都是以什么小山石把它包围在一起的这种组合。你看，就是说小的山石，前面左边是不是？都是小山石包围的，中间是一个大的山石。这种大的山石，这叫什么？大家同学看一下啊，小山石包围的大山石。这种山石组合，我们叫什么？叫小间大，是不是？小山石中间间隔着大的山石，对，小间大。一定要记住，山石的不同组合，它是都有什么组合在一起的？你看，我们今天啊，讲到了什么？讲到了它的山石组合。你看后面啊，大家再看后面，这是大家看小的山石，我后面又有大的山石。你看我们这种山石的这种组合，看大的山石，然后看中间抱着一些小的山石，这是一种什么组合？看前面是小间大，后面呢？你看啊，大山石中间抱着一些小的石块。同学们看，这种山石和前面又是不一样的。看大的石块，一个大的，
抱小的，大的抱小的，你看，大的抱小的，对，这叫大兼小。哎，这是山石的2种很重要的组合，很重要的组合。然后到后面啊，我们山石的，你看它的明暗结构是吧？我们掌握了以后，它的山石组合，哎，我们也了解了什么叫大兼小、小兼大。了解以后，你看，这也是我们山石画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后在后面延伸我们的别的景致啊，山石后面，哎，在后面我们这也是我们在山石画中常见的构成的主要景致，就是什么呀？这是术法的部分。来看，哎，这是术法的部分。哎，我先勾出来。我们山石组合讲究什么？讲究大兼小、小兼大。我们树木的组合讲究什么？同学们，它的本身来说啊，我们单颗石头讲究10分3面，树呢讲树分4枝，是不是？哎，树分4枝，然后我们不能是啊，这一个画面不能只是1棵树，对不对？它要有2棵树的话，我们会讲到穿插，对不对？哎，讲叫我们树木的穿插。来看啊，前面一棵树，我们后面的树怎么去画？你看前面啊，前面树我画完了以后，后面的树你看要让它穿过来，给什么？给我们前面树的缝隙地方穿插过来，这样我们才能什么？有遮挡，哎，有穿插有遮挡，才能把我们的树的前后关系，我们才能把它哎交代的清楚，对不对？哎，好。下面2棵树的时候，同学们，哎，2棵树的时候，它的树叶有什么变化？你看前面呢，比如说我们前面画一个双钩的，我们讲过叶子的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双钩的，叫双钩夹叶。哎，2棵树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哎，如果前面我们用什么双钩夹叶的方法的话，后面一定要用什么？用点叶的方法去把它衬托出来。你看前面我们画一个双钩夹叶的，我们再画后面点叶的时候，大家注意看，怎么把前面的夹叶处我把它衬托出来。双钩，注意什么？哎，
我们勾的时候啊，注意它的组合。就好像我们什么，你看到我们到自然去看树的时候，它的叶子的这个分布，就是什么，不要画的太平均，我们要什么，有聚有散，有疏有密，是不是？哎，形成一个疏密变化，这样我们画出的叶子才会什么自然。你不要画的时候，就是我们画的时候，人们好习惯是什么平均，是不是？一定要记这个平均，就是说画的叶子就好像我们平开的一样，哎，没有什么大小变化，没有聚散变化，没有，哎，要注意它的变化。你看，这是我们夹叶完成以后，大家看我们后面的叶子，我用什么？哎，用个还是吧，用这个小混点。大家注意看，我们点后面的叶子的时候啊，也是有什么？有树头的部分向下去点。点完一组，你看，点完一组，我再点第二组，要根据什么？根据我们小树枝的组合，我们点叶子的组合。就是说，你出小树枝，哎，就把我们的叶子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先定出来？然后我们在这个小树枝上点叶子，这样我们就很自然的分成一组一组的。大家注意看，哎，我们点叶的时候啊，刚才我们讲过了，夹叶树的时候，我们讲过了什么呀？它的组合，同学们能不能记住？哎，刚才老师讲过了，我们叶子的组合它有什么呀？大家可以，哎，有知道的同学啊，刚才老师讲过的这些知识点，我们用在了什么？夹叶树上我们能用，在我们点叶树上也会用到啊。注意它们叶子的组合是什么？同学们能不能知道？我们打出来，打到公屏上。刚才讲过的疏密，是不是？哎，它的你看，哎，对，一定要聚散疏密这两种关系。哎，我们在我们夹叶树上用到，点叶树上也会用到。大家看，哎，我们点叶的时候，是不是它也有什么？你看，有聚到一起的，有散开的，是不是？哎，这样看出我们的树的来说，它就不是说，哎，一看是个平面的，它就有什么？有了立体感，有了空间感。靠我们叶子的这种墨的变化呀，还有聚散的变化，这种组合，我们把夹叶树把它拖出来，是不是？你看，哎，把这夹叶树用我们的点叶树，哎，把它拖出来，在后面，我们在什么？哎，在树的后面，你看，我也可以安排一些点景的啊，哎，看一下我画一个什么呀？小的房屋，小房屋。在画的时候，看
简单的勾一些靶的结构。这是隐藏在什么？隐藏在树后面的啊，小房屋。到后面，你看，要注意什么呀？前面的点叶树的墨色和我们房后的墨色，你看，一定要把它的墨要分开。怎么去区分？你看后面啊，哎，用淡墨去处理，用淡墨去处理，来看。用我们的浓墨淡墨，哎，去把它的树的前后关系，哎，把它分开。因为我们国画来说，不是靠什么，不是靠颜色。如果西方的，比如说西画的，它叫什么色彩呀，还有空间呀，还有焦点透视啊，是不是？哎，我们国画来说，靠的什么？一个是线的表现方法，一个是我们墨的浓淡干湿的变化，去把我们的空间，是不是？还有物体的质感，去把它表现出来。到后面。哎，中间我们是什么？哎，这是一个小的河面，对不对？哎，我们在小河面上，我们可以架个小桥，大家看一下啊。架小桥，大家看我们的小桥啊。哎，它的桥墩。这样我们能分出来？你看，我们画桥的时候，我们石桥、木桥怎么去区分？怎么去画的时候，你看，一定要注意它的桥墩的去表现的方法不一样啊。你看，这种一看，同学们一看，这就是什么？大家可能看着，哎，我这是木质的还是石桥？你看。哎，一定要处理的时候，看清它的桥面的这种表现手法，还有什么？我们下边桥墩是不是？哎，它的木质和实质是有不同的地方，怎么的表现手法是不一样的。对，这是什么？哎，一看就是，哎，我们一看这个小桥就知道，哎，它下边的桥墩就知道这是木头的还是石头的，对不对？所以说表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的桥墩的方法呀、用笔呀，你看都是啊，我们讲过。大家注意看，我们画这个桥墩，还有什么呀？还有桥面的时候，它的用笔，你看表现这种比较圆润的结构线，常会用到是中锋还是侧锋？你看，比如说我们画这个，你看这种树干，哎，我们小树的树干和我们画这个桥墩，还有桥面，对，木桥，哎，它的用笔的笔锋是不一样的。大家看一下这种线条是不是？哎，比较圆润，还有什么？你看这线条比较有弹性，这就是我们用的啊。中锋，对不对？然后我们点叶的时候，你看，它也是有种点叶的一种方法。我们这种叫法叫什么？大混点。和我们这个小圆点
是不是？虽然都是这个点叶的表现叶的方法，但是它的用笔是不一样的。你看，这样，这是什么？哎，用笔的笔尖去点。到这个时候，我们画这个小树的叶子的时候啊，大家看，哎，我的笔锋，大家看是不是？把笔锋看，我们的笔锋有什么变化？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变化，同学们？是不是看啊？和我们勾这个树干的时候，它有没有变化？对，它是侧过来了啊。哎，把笔锋我们侧过来，哎，侧过来了。你看，这样点的叶子啊，它什么？哎，它都是那种小树的那种形状，是不是？哎，它是这种小树。你看，这种叶子呢是一种圆形的，哎，形状不一样。所以说，笔的不同运用，笔锋的不同运用产生的它的变化是很丰富的。到后面我们延伸啊，向后延伸，它的构图啊，右边是不是都是一些简单的小的结构？哎，画个什么？大家看啊，我画一个弧线过来，再过来一个横线。弧线、横线，然后村上两笔，村上两笔，大家看，哎，对，是不是我们画的？哎，这就是我们画面的小土坡。大家注意看，我们匹马村是不是很适合画什么呀？哎，画我们江南的，是不是土山呀、丘陵啊，是不是都会用到这种皴法？你看，和我们的江南那个山石的形状很贴切，这都是古人的智慧。哎，根据什么不同的南方的、北方的山石，我怎么把它表现出来？这就是古人的总结了这些皴法。哎，适合表现什么？哎，比如我们小土坡啦，哎，南方这种小土山，是不是？哎，你看我们用蓖麻村表现，是不是很适合？哎，如果到了我们北方了，是不是？哎，就这种圆的石头很少，就是那种大的方块的石头，对不对？你用蓖麻村就不会，哎，就呈现的时候，就你看就表现不出来那种结构啊，那种质感啊，就相差一些。所以说就会哎，又创造了什么虎皮村？来看我们在什么？哎，再种些小树。大家看，哎，这是树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它虽然是啊，一样都是画什么小树、小树丛，但是呢，它这前后啊远近关系不一样，所以说它的树形也要有变化。
来看，虽然都是一样的小树丛，大家注意看它的变化啊。哎，来看，来看有什么变化啊？你看前面这个树丛，哎，这么高啊，到后面的树丛，看是不是这么高？它这个树啊有什么变化？也是啊，和我前面的小树丛的画法是一样的，只是形状有了变化。同学们，你看一下，是不是？对，你看有的同学老师一说就知道啊，你看，哎，对不对？近大远小，是不是？哎，这样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画，对不对？你构图的时候，你在起墨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地方。有的同学就会不注意，就说它的比例是不是？哎，你掌握，有的就是近处的画的比较小，远处的画的比较大，你看，一定要有一定的变化。哎，近大远小。还有一个啊，也是会用到的，这是我们什么？哎，这是我们的结构上啊，对不对？比例上近大远小，在我们的用墨上，大家看也是有变化的。你看，这是近景的树木，大家看，哎，这是近景的树木，这是远处的小树，就是在我们房屋的后面啊，我画一些小的树木。我们墨色讲究什么？浓淡干湿焦，对不对？它表现的也是表现我们景物的远近关系。用什么？就是用的墨的变化。哎，大家注意看我们的墨的变化，这是我们墨里边它的浓淡干湿变化体现的景物的远近关系。看我们画远山，来，大家注意看我们画远山的墨色有什么变化啊？和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和我们近景的山石的墨色做个对比。远处的小山峰，你看，大家注意看我们的墨，我们近景区别在哪儿？我们先把后面的远山简单的勾出它的外形，简单的勾出外形以后，我们用淡墨，哎，用淡墨稍加一点皴法，大家注意看，哎，我们看远山的墨色和我们近景的墨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用什么？用墨色啊，用墨色代表什么？哎，一个是浓墨代表什么？实的东西，是不是？哎，比较直观的，哎，比较实的东西。然后呢，用淡墨干笔代表什么呀？远的、虚的这些。哎，你看，这就是我们是不是？哎，就是我们讲的近实远虚，对不对？哎，我们近大远小，这是它的比例，哎，比例关系，它的构图的比例关系。然后你看墨色的变化，近处的墨要重一点，远处的墨要淡一点。淡墨的代表什么？虚的东西，是不是？虚的远山呐，还有虚的小树丛啊，虚的云呐，是不是？哎，这是用淡墨去处理的。然后近景实的东西都是有重一点的东西，就是我们讲的啊，近实远虚，对不对？你看，大家看一下，我们远处小的淡的这种树丛，这是也是虚的。你看我用什么？哎，用淡墨把它表现出来，是不是？对，近大远小是我们的结构，哎，物体的比例，然后近实远虚是代表了我们的墨的变化，是不是？哎，墨的变化。好，下来，你看到后面啊，到下边要山要虚下来的时候，用什么呀？用淡墨干笔把它擦一下，都很自然的。大家看一下，虽然我们没有着色，但是我们的山下边这种轻飘飘的云雾的感觉，已经是不是很清晰的能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用墨的浓淡干湿的变化需要掌握的浓淡干湿的变化，很容易的，同学们，很容易啊。就是我们需要什么呀？需要掌握我们开始调墨的方法，比如说，哎，我们怎么去调它的浓淡这个干湿的变化？在我们的，你看，我们画山石来说，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块山石来说，它不是一种墨色，它是有浓淡干湿的变化，是在一笔中把它体现出来的。还有我们画这种点叶树的时候，大家看也是啊，哎，一笔下来由浓到淡，由湿到干，在一笔中它把它体现出来的。你看，然后我们近景的时候，山石上面，比如说我们用重一点的墨，我去勾一些小灌木的话，大家注意看，这就是什么实的东西，是不是？哎，这就是实的东西。你看，用重一点的墨，我去勾一些小的灌木，大家看我这个点的小灌木啊，也是，看有湿到干，由浓到淡，是在这一笔中，哎，我是把它一笔中呈现出来的。这是我们开始学习的时候，同学学习的时候，先要掌握它的笔墨变化，哎，这是我们很关键的一部分。有的画就是说，
虽然不着颜色，只看墨稿就觉得很有什么，很有它的色彩，有的色彩的变化，有的墨韵，有的神采，在什么地方？就在我们的墨的处理上，它能根据墨的浓淡干湿焦，层次的不同变化，是把我们的画面丰富起来。如果我们就是说，比如说同学们有时候我们临芥子园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它的芥子园画出来以后就是个平面的，特别什么？特别淡，特别板，是不是？特别单调，特别板。为什么呢？它的墨没有浓淡干湿变化，它是木刻水印的，它就是一种墨色，就是一种深的墨色，只是线条有粗细变化。它的一看都是它的是个平面的，是不是？我们现在来说，你再去画的时候，比如说，你去画的时候，你根据它的画，你去画的时候就会形成什么？一种特别板的这种线条，层次出不来，也没有墨纹，没有墨韵，是不是？我们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画面一定要把它的浓淡干湿体现出来，这样的画面才会有什么？才会有意境，是不是？我们常讲什么气韵生动？你看这些，我们用重墨表现的就是说，实的东西。到后面我们用什么淡墨、干笔，你去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擦山脚下边，你去擦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虚的，是不是？我们需要啊，在我们的画面上增加一些人际生气啊，来丰富我们的画面，提高我们的画面的什么烟火气息。你看，我在这个小房子里边，我点一个小人物，你看我们画面也是啊，有了人物的加入，小人物。我们在什么讲过这个，在基础课上讲过，不同的人物他的画法，他的比例，画人物也是啊，以简单为主，把人物的形态啊，画出来就可以。看常用的，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基础课里边啊，也讲过它的什么传统的人物点景的常用的点景人物的画法，还有什么呀？还有现代的点景人物的画法都讲过。你看，添加了人物以后，它什么增加了我们画面的意境，画面的内容。这是我们能看出来是不是？正是什么？你看，就是这个人物正在什么上桥，给桥上过来。你看他有什么？有一个朋友在这个小房子里边正在什么？正在读书，是不是？然后就这个朋友呢，正在过小桥去找他的朋友，或者是做事也好，或者是读画也好，是不是？一定要创造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画面意境在里边。我们画面讲究什么？哎，国画里边一个讲究实境，一个讲究虚境，一个讲究什么诗境，是不是？哎，它的不同的表现的景致不同，在什么？就在我们的人物的点景人物上，它的处理上，能把我们的整个画面能把它表现出来。要表达的什么？哎，这个画面我们要表达什么意思？是不是？主题思想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在什么呀？在山石的暗部稍擦一点，擦一点什么？擦一点淡墨。加一点淡墨，来，大家看，我们加了淡墨以后，我们的山石，哎，有什么变化？同学们，你们看，哎，加了淡墨以后，我们有什么变化？在我们的原来的皴法上，我用淡墨擦了一下。对，你看，哎，就是我们更有了什么？就是同学说的啊，更有了层次感，更有立体感，更有了什么质感？这是我们擦的目的。哎，增加了山石的它的什么粗糙感？就是干什么看的山石都是什么特别光滑的，是不是？加了干皴以后，干擦以后，哎，就把我们山石的那种质感就表现出来了。来，再来一点，大家看啊，我们再加一些拍点，是不是？这是为了增加我们的画面的丰富啊，丰富感。加一些小苔点，大家看啊，我们加的苔点在什么？在山石的什么地？哎，什么地方？哎，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大家注意看，是不是？哎，都在山石的暗部，对不对？在山石的暗部，因为这个也是啊，根据什么呀？根据我们山石它的什么自然现象去点苔。因为在我们的山石里边，你比如说，哎，我在这个小苔点是代表什么？代表杂草啊、小灌木啊，对不对？哎，它都在生长在我们山石的阴暗的地方。同学们，对不对？哎，都生长在这个阴暗的地方，这个地方适合什么？小草啊，它的生长，对不对？大家说是不是？哎，这样我们哎上面山上我们起点苔的话，就和我们小石头上点苔表达的这个物体是不一样的啊。你看，我们前面的表现的是什么？小杂草啊，小灌木啊。你看到我们后边的山上，我们这个小苔点就代表了不同，就不是代表了小草啊。同学们看，我们远山这个小苔点代表什么？同学们能不能想象出来？是虽然都是点苔，但是表达的
物体是不一样的。哎，我们眼上的小太点代表什么？对，哎，小数是不是？哎，代表小数。所以说我们点的时候，哎，你点的时候心里也要想象着，哎，我们这个太点，我们是想表现什么的？我们前面我们知道表现什么，后面眼色上要表现什么，一定要点的时候心里要清楚。清楚了以后，哎，我们在点的时候，你的用笔啊，就有什么？哎，就有变化。你看，小数。它的结构，大家看，我们小数的位置也是在什么？在我们结构线上，你看，也有在什么结构线上交叉的地方。好，对，小杂数、小树林、小数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掌握知识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哎，多了解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哎，我们学习也是多什么？多思考。哎，我们把它小数让它延伸过来。好，虚的东西我们就用什么？是不是？哎，虚的东西用淡墨，你去把它表现出来。比如我们画什么？比如画夜景，同学们，哎，我们那个在我们的这个课里边有什么讲夜景的？它的画法就是什么？以淡墨为主，它实的东西很少，只有什么？只有它的房屋啊，是不是？房屋啊，小桥，它是什么？是以实景为主，剩下的后面远的树，还有远山，还有后面的月亮，都是以虚的为主。这是我们用虚笔构成画面的这个一个组成的部分。所以说，不同的画面，比如说我们画什么，画北方的山石的时候，用的什么？用实笔用的比较多，重墨用的比较多。它要表现的东西说，哎，坚硬，是不是？哎，很坚硬的山石结构，就要用那种实的笔。好，好的，我们人物也是，大家注意看，画人物的时候，点景人物的时候，一般的不是画什么？不画这个五官，因为什么？它都是点景的，只是说把它的形状啊、动态画出来，很少画人物这个五官。我们要说这个山水画作为背景来说，人物画以主景来说，就会画到什么五官，它的这个面目啊，都要是表现出来。但是作为这个山水画里边，它只是个很小的一个点景来说，就是把它的这个头部结构、上身、下身，哎，把它画出来就可以，它的动态画出来就可以。好，这是我们的墨稿部分。啊，我们这个水面上啊，到后边我们上色的时候，直接什么用颜色把它的水纹画出来就可以。对，
现在老师用的是生宣啊，我们用的是生宣，因为我们的课程来说是什么？都是以生宣为主，因为它涉及到什么？有传统的，有现代的作品。它的上色来说，你比如说，哎，我们小青绿的着色方法是不是浅浆的着色方法？春天、夏天、秋天，它的不同着色方法，我们在前面的课里边讲的很多啊，现代的传统的着色方法讲的很多。所以说，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画面，比如说我画完木稿以后，哎，老师这样着色，比如说老师着成春天的，我能不能着成秋天的，都是可以的啊，因为老师的这个色色方法讲了很多，是不是？哎，我们先开始上什么呀？也是啊，先上赭石，再上别的颜色啊。第一遍的颜色赭石，树干的地方还有什么？我们点景的小桥啊，是不是？小房子，先上赭石，染一下。人物的哎头部感，头部啊，哎这头部也是淡淡的赭石染一下就可以。山石的，你看我们小青绿的着色方法也是啊，先要打底色。我们常讲是不是？不管是我们小青绿、大青绿，都要先用什么赭石打底。再覆盖别的颜色，因为我们小青绿是什么？它是有哎上色有先后顺序，有覆盖的颜色。用什么？用暖色去打底。来一点。眼山吸下来，先把这个赭石就是统一上一下，我们需要上赭石的地方统一上一下。再调，看我们上完赭石以后，再调个颜色，花青、藤黄。你看我这个颜色调一点，再上来看，我们分清什么？哎，分清山石的，是不是？我们画墨稿的已经知道了山石哪是什么亮面，哪是暗面。哎，我们再根据这个画面，我们去根据我们墨稿去上色，什么地方暗的地方上什么颜色，亮的地方上什么颜色。来，有同学会问，哎，老师，我不喜欢上这个小青绿的，能不能上别的颜色？可以，是不是？哎，掌握了我们的上色的方法，主要是我们讲什么？讲方法，对不对？掌握了上色的不同的着色方法，可以随时，对吧？随心所欲，我可以上什么颜色就可以上什么颜色啊。比如把它上成秋天的，可不可以？是不是？春天的都是可以的。来一点。很多同学啊，在我们那个课里边学了一段时间，很多同学就是自己都会设计什么？设计
这个图案，设计构图，很多同学都设计的非常漂亮。因为什么？哎，他掌握了老师讲的比较详细，设计的方法呀，墨稿的这个处理方法，掌握的都很那个扎实。到后来，我们同学们可以自己什么？哎，自己构图，可以在这画面上添加很多，哎，添一个这个小船啊、小人物啊、小树啊。所以老师只是教给大家，哎，各种的技法，把我画画的这种技法，手把手的教给大家。大家学会了以后，是不是都可以变化？比如说我们100幅作品可以变换成什么300幅作品，对不对？你想想，我后面要是说这个你300幅作品，你能变成多少？至少能变成600幅、900幅作品，是不是？我们把横的画成竖的，画成斗方的，是不是都可以去变？好，下边云的地方，下边雾气的地方让虚下来，我们把它打湿一下，你看，打湿一下，让它虚的时候更自然。好，看这样，我们再去虚下边山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不需要什么，不需要它显笔痕，我们就把它试一下，小瀑布，稍勾一下就可以。远山，你看啊，我们现在是远山，直接把它用颜色染出来。笔尖调色，稍调点颜色。颜色可以深一点。和我们什么？哎，和我们用淡墨画远山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哎，我们就用淡墨画远山的方法，用颜色把它点出来。用生宣啊，同学们，半生的，它因为什么？半生的有时候它的墨呀，它不像我们生宣。你看，大家注意看我们生宣这种，哎，墨的韵味。是不是水墨淋漓的韵味体现的比较明显？半生熟的，它这个墨色变化稍微差一点。下面我们调个远山，删完以后，我先调一个夹叶树的颜色。朱标，哎，我调一点朱标。哎，我点在这个夹叶树的上面，就好像我们这个颜色啊，就好像什么？哎，我们填空一样啊，在我们这个双钩的叶子里边，你去填颜色。这是朱标的颜色，哎，我们也是啊，这是个打底的颜色。到后面还要用什么呀？还要用别的颜色去加在上面。
还需要什么提亮？这只是底色的部分。来一点。再调一个颜色，我画什么呀？画小树叶儿，比如说我们后面啊，哎，小树丛的树叶，还有我们后边点叶树的树叶，花青、淡墨，这是常用的颜色。我们是不是？哎，我们在课里边讲过啊，这是常用的点叶树的颜色。哎，注意看我们上色的时候，先上前面夹叶树，再上后边点叶树。点叶树的颜色，大家注意看。要把我们前面夹叶树的颜色要闪开一点，哎，不要染在这个夹叶树上面了啊，哎，先闪开一点，好，小树丛，是不是？哎，小树丛，看它的颜色也是用我们的墨青色去染一下。好，远处的小树，它是虚的啊。远处的小树它是虚的，怎么去把它的云雾部分怎么把它表现出来？你看，它隐藏在是不是雾中的？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打湿以后虚下来。哎，上边也是远山，下边也是啊，虚的。这个地方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我们尽量不要什么，不要留笔痕，是不是？哎，不要留笔痕，让它很自然的让它过渡下来。后边的小树，你看我们房后边的小树也是用这个淡的墨青色去染。水面的颜色，你看，我们画这个山石的水纹，来一点，靠近什么呀？靠近山石的山脚地方，这上用淡淡的颜色，还是我们这点什么？哎，这点墨青色染一下。这样就可以，是不是？大家看一下，这样就可以。好，这是我们底色。来调，
哎，我再调个别的颜色，调个蓝色，用什么？哎，用我们的三青，用点头青吧，拿点头青。我在这个上了花青的地方，上一点这个头青的颜色。来一点。上这个颜色的时候，大家注意看，上这个颜色的时候，我们就把什么？哎，把下边的底色就覆盖住啊。哎，这个颜色，哎，把它覆盖住。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什么？需要留这个赭石的颜色呢，需要留的多一点。有的时候啊，你看这个打完底色以后，哎，我们这个赭石的颜色，你看留的就稍微少一点，不要太多。好。然后加一点别的颜色，加一点，我在这个蓝色里边加一点三青三绿啊，加一点三绿，加点三绿。远山，远山的颜色啊，让它发一点什么呀？发一点灰色，发一点灰的这个绿色，看。好，来一点。淡淡的啊，发一点灰的绿色。再调一点深一点的绿色啊，我再调一点二绿的颜色，藤黄加一点。我们注意上色的时候啊，大家注意看，上色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墨线的，哎，这部分是不是？哎，墨线的部分一定要注意它的墨线部分，不要被颜色覆盖，哎，流出来。好，在它的顶部，哎，我们在后面的时候，我们加了什么呀？加了头青的地方，我们再用什么？再用这个二绿的颜色在顶部稍染一点。你看，哎，在山石顶部，
稍染一点。让整个山峰也是顶部颜色深一点，到越向下面的时候颜色越浅，哎，这样的变化。然后点景的人物，大家看一下，哎，我在桥上这个人物我们后面背景是不是白色的？是不是？哎，它不明显的话，我们用一个亮的颜色。你看，我用个亮的，把他的人物衣服染一下蓝色。你看，然后还有一个人物在什么呀？在这小房子里边，是不是？哎，我用一个朱砂的颜色。这样他的人物比较什么，就比较明显。房顶我们用什么淡的花青色就可以淡的花青色。染完以后，上完花青以后，大家注意看上完花青以后，我们用什么？再把花青里边稍微加一点什么？加一点淡墨。你花青里边加一点淡墨，在这个染了花青的地方，哎，在顶部，你看，稍微染一点重的墨青色。这两个颜色让它有个和我们什么分染一样，是不是？哎，先打一个花青的底色，再用墨青在它的房顶的位置稍加一点就可以。然后我们点页数点页数我们最后用什么呀？到后面我们打了底色以后，用朱标打的底色，我们用什么？用朱砂。哎，用朱砂再点一遍这个叶子的部分，让它明显一点这个红色。朱砂朱标，这是朱砂，来一点。单纯的这个，朱砂它颜色有点浅，你看，我们在这个颜色上面我加一点朱砂色。和我们第一遍的颜色一样，我们朱标的时候也是在什么，在这个双钩的线里边去填的颜色，是不是？哎，我们也是第二遍的朱砂颜色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双钩叶里边去填。好，你看。填这个颜色的时候，大家注意看，颜色呢比较什么？比较厚一点，就是说它的颜色水分少，颜色稠。你看，
哎，这样把它点出来。这种红色，大家注意看，哎，这种红色一定要什么？要让它亮一点啊！哎，要让它亮一点。我们可以干了以后，觉得颜色，比如说觉得红色不够的话啊，哎，我们到干了以后可以什么？再去点一遍，都是可以的啊。这个绿色和我们平时用的绿色是不一样的，烧呢，哎，比我们的平时的3绿要深一点，哎，要稍微深一点。对，你看啊，这个颜色也是，我们上这种颜色也是啊，上完一遍以后，比如干了以后，大家觉得颜色浅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再去覆盖一遍，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好，这是比较亮的一种啊，比较颜色比较深的一种小青绿的着色方法。好，你看我们上色也是，大家注意看，我们上色是不是和我们画墨稿一样，它的颜色也是有什么有区别的？这是不是进出的颜色要深一点，颜色要浅一点？这也是我们要上色也讲究什么近实远虚，对不对？简单的啊，我们简单的把这个颜色上一下。现在画面比较湿，所以大家上色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上颜色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什么？哎，它的颜色是根据什么呀？哎，根据我们画面整体效果去调颜色。有的颜色，你比如说，我觉得颜色深一点的话，比如说，哎，我想要什么淡彩的，就是什么？我们上色的时候，在这个基础上，颜色要淡下来，比我们现在要淡两个色系吧，应该是。